就是《还珠格格》和《明珠格格》，他们就是民间格格。难道是两位格格大驾光临？是的。今天又是我们1年1度的聚贤大会，我们以文会友。我已经提出50两银子作为今天的奖金，只要裁判判定最后的赢家，就可以赢得这50两银子。参加的人要抢答我的题目，答不出题目或者答错的人要罚酒1大碗。希望大家踊跃抢答。请问是由一个人单独参加呀，还是可以由一队人参加呀？单独参加也可，一队人或一家人参加也可。我们是大乐队，我们是国部队，我们是好汉队，我们是文彩队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是稳赢捕鼠队。你这是什么名字嘛？听听别人名字多雅。那我们叫燕子队。我看呐，就叫紫燕队吧，为我们这个队的2个灵魂人物，怎么样？好极了，就是紫燕队，反正我负责喝酒。答题我不行，我负责什么？你负责看住小燕子，让她少开金口就行了。好，不要小看我嘛，说不定那些题目我也会呢。如果不会的话，反正有你们这些聪明人来抢答，我帮小姐喝酒总可以了吧？好了，我们的题目很简单，让大家跟着我说一个4个字的成语，第1个字和第3个字要和我的成语相同，但是不雅和不吉利的成语不能用，不是成语当然更不行。我的题目是千言万语，千呼万唤，千刺万抢，千恩万谢，千头万绪，千刀万剐。紫燕队罚酒，不吉利句子不准说。对不起，我忘记捂他的嘴了。哎呀。千军万马，千山万水。哎呀，这个可多了，千牛万羊，千猪万狗，千鸡万兽。罚酒，紫燕队罚酒。千挑万选，千辛万苦，千红万紫，千变万化，千秋万岁。好，3心2意，3言2语，天荒地老，天长地久，披星戴月，披麻戴孝。罚酒，紫燕队再罚1碗。说不出来，这个时候你怎么说个不停呢？妈妈，说就是了。好，成语告一段落。紫燕队虽然答得多，罚的也多，暂时不计算。下面我要出对子，
请各位抢答。我的上联是新月如弓，残月如弓，上弦弓，下弦弓。下线。我来试对一下：朝霞似锦，暮霞似锦，东穿锦，西穿锦。好，姑娘好才华。我再出一联。天上月圆，人间月半，月圆逢月半。除夕年尾，新春年头，年年年尾接年头。姑娘对得太好了，我这儿还有一联，请姑娘对一对。一去一回，一回一去，去去回回，一去不回。重来重往，重往重来，来来往往，重来难往。好，好，真是才女呀！我再出一联：花园里桃花香，荷花香，桂花香，花香花香花花香。这个做对子有什么难的？我也学了好一阵呢，这个我会。什么嘻嘻哈哈呀？这个好难，小燕子，你还是少开尊口，免得又要罚我酒了。姑娘但说无妨。那我就说了啊，大街上人屎臭，猪屎臭，狗屎臭，屎臭屎臭，屎屎臭。我认识他们，他们就是《还珠格格》和《明珠格格》，他们就是民间格格。难道是两位格格大驾光临？是的。难道两位就是几位？真是真人不露相啊！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真是得罪了，得罪了。好了，心机已经暴露了，大家快走！哈，什么真人不露相啊？大家认错了，我们不是什么真人。我等告辞了，走。几位慢走啊！这下好，我们又该上路，怎么会被认出来呢？小燕子姐姐，真的要走吗？为什么这么快呀？不是说在南阳住一段时间吗？本来想让你们在这儿多住几个月，可没想到这么快就让大家给认出来。哎，这一路上，我看你们都要小心呐。问题呀，主要出在那些画像上。前一阵呢，各官府啊都收到不少画像，也查问过老百姓。可是这一阵儿已经都平静下来了。是啊。哎呀，没想到，还是有人认的。啊，这是一点盘缠，你们收下吧。路上啊，一定要用钱的。哎，已经收了你们的棉被、衣服、干粮、食物，再拿钱实在太过意不去了，这样不好啊。这是一片心意，不能不收啊。何况我们山也秃了，水也干了，如果是锦上添花也就算了，现在是雪中送炭，只好收下了。毕竟还有这么多人要吃饭啊。谢谢大哥大嫂。本来今天大家还想出去赚点钱，或者赢得那50两银子，没想到啊，钱没到手，倒把行迹也给铺路了。就是太爱表现了，不要抢答就没事了。这怎么忍得住嘛？紫薇，你那几个对子真让我心服口服啊！你和五阿哥才叫人服气呢。
最让我服气的还是小燕子，她怎么就能想出这么多的歪招来？最后那个对子真是对得好极了，妙透了，亏她想得起来。哎，你这个妹妹的句子啊，你才领教了1%而已。我把它收录到《还珠语录》里，有几百种稀奇古怪的词儿。这一次的绝对，一定要大大的记上她一笔。小鸽子，你要乖，要听话，要好好的念书，不要像小燕子姐姐那样总是吃亏，在那回忆城里面老是给人瞧不起。你要给我争口气，知道吗？是，听到了，我一定好好念书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再加9个香炉。这句子挺新鲜的。那9个香炉是什么意思？哼，那是有典故的，将来再解释给你听。小燕子的成语真是无奇不有。哎，你知道她怎么解释30而立吗？哼，那是30个人排排站。哦，那40而不惑呢？40个人不和，那不是吵翻天了吗？那50而知天命呢？50个儿子怎么样？什么天命地命啊？有人生了50个儿子啊？那就不是天命地命了，那肯定是皇帝命。太太，外面有2个人说要找福大爷，是不是把他们带过来？找我的。好，我去看看，大家提高警惕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！紫薇，你看谁来了？金锁，小姐，金锁，我想死你了。我还不是一样吗？你们留下的记号真的好难找，我找来找去，弯弯曲曲，一会儿向前，一会儿向后，整个洛阳城都已经跑了好几回了。差一点我们就放弃了，又被直奔云南去了。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一路上真是一言难尽啊！哎，你的脚怎么样了？完全好了吗？走路给我看看。一点都不痛了，柳青她好会治，全部都给我治好了。柳青，你是不是有句话要问我啊？你这个嘿嘿哈哈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怎么回事？我们今天一进南阳城，从北区走到南区，这一路上大家都在说，这还珠格格和明珠格格是才华盖世。听说你们好像表演了一幕什么，好像很精彩。哎，快点说给我们听听。哎呦，不过是接成语做对子而已，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哎，柳青金锁，我有个天大的消息告诉你，我有名有姓，我还有哥哥呢。来，这就是我的哥哥，这真的是我的哥哥。哦，我懂了，你们结拜了，哈哈，恭喜！哎，不是结拜的，他真的是我哥哥，亲生哥哥。糟糕了，他一开始又要说不停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是我的妹妹小鸽子。好像我们错过了很多好戏啊。可不是吗？差一点啊，我就看不见你们了。现在还能看到你们，实在是太好了。但是你们的好戏到底要不要告诉我啊？柳青，你到底有没有话跟我说啊？有，我说。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啊？哎呀，你这个二愣子，你快气死我了！那天他问金锁要不要嫁他，问了800遍了，结果吃喝拉撒全体问遍了，还没有问到主题上。最后啊，还是我帮他问的。你怎么都给我说出来了？太太，不好了，外面有很多人往咱们院子里面看，好像就要把咱们院子给包围起来了。大家跟我来，快点，别再耽搁了，快走！快！
然认得我们还不退开，逼着我们出手啊！你们让还是不让？我们主子要见福大爷。你们主子是谁？尔康，放下武器，不要伤了自己人。阿玛，怎么是你？总算找到你们了。尔康，你的伤怎么样？让我来看看。紫薇的眼睛好了吗？阿玛，我们有地方可以谈话吗？紫薇、尔康、永琪、小燕子，我要跟你们4个好好的谈一谈。有，大家回屋里坐吧。什么？皇阿玛原谅了我们，不要我们的脑袋了？真的吗？他是不是为了要把我们骗回去，故意这么说的，然后等到抓到我们就砍我们的头呢？不会的，小燕子，你连我都不相信了啊！皇上亲口告诉我的，他不再怪罪你们了。香妃的事也过去了，也不追究了。皇上听说你们伤的伤，瞎的瞎，着急的是不得了啊！还让我告诉紫薇，宫里的太医成群，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。我已经把太医都带来了。谢谢天哪，你们都好了，真把我吓坏了。阿玛，对不起，总是让你们担心受怕。没想到我们生病受伤的事情也会传回宫里，总算大家都有惊无险，逢凶化吉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一直以为金锁摔悬崖摔死了，刚才见着他好好的。你们几个真是大难不死，个个吉人天相啊！哎呀，我真是太感恩了。好了，现在苦难都过去了。娃哥、尔康，皇上对你们还是好的不得了啊！皇上再三的说，你们依然是他心爱的儿子和臣子。至于紫薇和小燕子，皇上说树芳宅一直为你们空着，等你们回家呢。皇上他原谅我们了，韩香的事他不追究了。是啊，结秋的事也不追究了。他说他把这整个的事件当成一个家庭事件，事过境迁，家和万事兴。皇上非常非常的想念你们，希望你们赶快回去。他不愧是我所崇拜的皇阿玛，我就知道他是一个仁君，也是一个慈父。他想明白了，他终于想明白了。可是那些追杀我们的人，口口声声说皇上要取我们的首级，杀无赦，对我们痛下杀手，才弄得我们遍体鳞伤。我们中计了，我真笨。那个李大人虽然对我们用了渔网，虽然逼得紫薇掉下了马车，金锁摔下了悬崖，可是他只想分散我们，活捉我们，并没有要取我们性命啊！恐怕在洛阳城外对我们下杀手的人，不是皇阿玛的人。你说对了，我一直觉得那个身材高高的杀手有点面熟，好像在哪见过。那个太监，那个曾经穿着太监的服装在朔方斋外面偷偷摸摸的，还和我们交过手的，记得吗？啊！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小贼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那他是谁的人呢？那就可想而知了。在宫里，我们大家有个共同的敌人。这么说，皇阿玛从来没有派人来杀我们。你们4个不要再怀疑皇上了，这对皇上是一种侮辱。我再告诉你们一个内幕吧。令妃娘娘已经告诉了我，她问过了皇上，把紫薇、小燕子送到断头台那天，如果没发生劫囚车的事，紫薇和小燕子会不会是死定了？啊？皇上说，那天傅恒已经带了金牌令箭赶到了法场，就等到最后的关头救出2位格格。
后来我问了傅恒，证明是确有此事啊。所以说，皇上虽然是气大了点儿，并没有要置你们几个于死地呀。我明白了，我没有看错他，他是一个英明的皇帝，在他的内心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有着最柔软的地方。这么说，我们不用再逃了，我们这种亡命的生活可以结束了。正是，你们几个赶快收拾收拾，跟我回宫去吧。阿玛，我能不能跟紫薇研究一下，再答复您，我们要不要回宫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皇上已经赦免了你们，你们还不想回去吗？阿玛，请想一想，紫薇在宫里灾难重重，每天都活在危机之中，回到宫里会不会又进入一个恶性循环，再度掉进苦海里去呢？如果让我们飘然远去，会不会反而是我们的幸福？我也要飘啊飘远远，在那回忆城里面，我又不会成语，也不会作诗，也不会规矩，不会这个，不会那个。可是我在外面呢，我就很快乐。如果皇马不追杀我，我简直快乐的跟老鼠一样了。而且我现在还有了个哥哥，我也不要回去了。紫薇，你怎么说？阿玛，尔康说了我心里的话。再说，当我舅公舅婆出现的那一天，皇阿玛亲口对我说，叫我不要叫她皇阿玛，她不是我的皇阿玛。这件事对我伤害至深，我实在没有办法忘记。再回宫，我不知道用什么身份去面对皇上。华哥，你又怎么说？我和小燕子共进退。当我劫囚车的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决定为了小燕子抛弃荣华富贵，跟她海角天涯。这件事情太严重了，答应我，你们再好好的研究一下。你们有你们的立场，但是你们却辜负了皇上的一片爱心呐！你们忍心吗？还有，尔康，你不只有皇上，你还有父母啊！尔康，谢谢你那么了解我，那么体谅我。你知道我的感觉，我的想法，我的意愿，也考虑到了我再回去的处境。你实在对我太好太好了。可是阿玛那句话太重了，你不只有皇上，还有父母啊。想当初我为你倾倒的一个大原因，就是你忠孝能两全。如今要你为了我做个不忠不孝的人，那我就罪孽深重了。那么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回去，面对皇上，面对皇后，面对太后，面对宫里的请压斗争，那种日子你不怕吗？我怕，所以我不想回去了。你不回去了，那就表示我也不会回去了。可是这样我会充满了犯罪感，觉得好对不起阿玛额娘。当初我们被迫离开他们，是因为皇上要砍我们的脑袋，事关生死。可是现在危机解除了，你依然跟我浪迹天涯，我怎么说得过去呢？紫薇呀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以前就是想的太多了，什么忠孝节义，所有的思想都在我们脑海里膨胀，差点赔上我们自己的性命。我现在真的想自私一次，把所有的思想通通都抛开，什么都不要了。什么士大夫的观念、道义、
责任什么的，都不要了。我们去大理，我听说那是一个世外桃源，是个家家有水、户户有花的地方。我们去建造自己的天堂，让皇上、皇宫、皇后、太后那些都成为我们的记忆。我真的不想要了，我只想要你。尔康，你勾出的那幅图画实在太美了。好，我不再矛盾了，我也要自私一次。那个回忆城本来就不属于我，皇阿玛已经否决了我娘，我跟她没有关系了。可是，我们怎么对得起你阿玛额娘呢？放心吧，他们会了解的。他们没有失去我们，是不是？我会跟他们解释的，我会说服他们的。好，那就这么决定了。我们继续往南走，去大理建造我们的天堂。是，就这么决定了。不知道永琪跟小叶子谈得怎么样了？永琪是阿哥，他们之间的问题更难了。永琪应该拿定主意。小燕子比你更不适合那个皇宫。永琪，你一定要跟我站在一边，不能回头啊！那个回忆城啊，跟我八字不合，像个大监牢一样。我在那里不是挨打就是被关，还一天到晚要我磕头下跪的，又不许我再跪的容易。我不想回去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只要一想到回去过那种规规矩矩的生活，我就已经浑身发毛了。我们继续往南走，好不好？萧剑的家传剑法还没教我呢，而且我又刚认了一个哥哥，我也不想跟他分开。花妈已经原谅我们了，还口口声声要我们回宫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还跟你出走，似乎有些说不过去。可是人世间的事，有因才有果，有你才有我。小燕子，你答应我一件事，我就跟你走。我知道是什么事情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是什么？我以后再也不去偷柿子了。不是这个。不是这个，那是什么？以后你不管怎么生气，再也不可以说要跟我分手、绝交这种话。好，君子一言，驸马难追，再加9个香炉。那么我决定了，今生今世，你在哪，我就在哪。雨琪，你真好。你真好，我以后啊，再也不用柿子砸你了，也不会用石头来扔你。我要为你学成语，念唐诗。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设皇宫而天下。哼，如果有一天呐，你真成为一位文学家，我一定不会觉得奇怪。哼，阿玛，我代表我们4个人，把我们研究的结果、考虑的结果告诉你，请您体会我们经过了那么多狂风暴雨之后的心情。我们在这次逃难里几乎个个受伤。紫薇眼睛失明的时候，我们差点崩溃了。虽然我们现在得到了皇上原谅我们的信息，可是我们依然胆战心惊，痛定思痛，我们不想再冒险了，不想再虐待自己了。那个皇宫让我们提心吊胆，如果我们再回去，未免辜负了上苍让我们存活的美意。阿玛，伴君如伴虎，请您让我们活得潇洒一点吧，请您再宠爱我们一次吧，好吗？
你们决定了？我们决定了，不再犹豫了。紫薇，你也决定了？阿妈，对不起，请您成全。福大人，请你转告皇阿玛，她虽然原谅我了，我还是很生气，因为我早就告诉她，我是那种天生会闯祸的人，有时候明明知道是滔天大祸，我还是会去闯。下一次呢，我也不知道会犯什么错误，而她也不能每一次都原谅我吧，总有一天我的脑袋会保不住的。哎，那个皇宫，我是投降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勉强了。但是我跟尔康还是难得相聚，我还要在南阳停留10天半月，大家聚一聚。我也希望你们利用这10天半月的时间，要好好的想一想，10天以后，如果你们的态度还是这么坚决，我马上回北京去复命。找到他们了，在哪里？他们好不好？启禀皇上，福大人在南阳找到了他们。紫薇格格的眼睛已经复明了，吴阿哥跟福大爷的伤势也好了，金锁姑娘也从悬崖下救了出来。他们总算吉人天下，有惊无险。福大人要乘快马加鞭，先赶回来，禀告皇上。那么，他们什么时候回宫啊？回皇上，福大人说他们不肯回宫。现在福大人正和他们用拖延政策，要乘火速回来禀告皇上。不肯回宫？什么叫不肯回宫啊？朕让他们回来，这是圣旨，难道他们还要抗旨不成？朕已经原谅了他们，赦免了他们，为什么不回来啊？这几个孩子啊，是真不知好歹，骄傲到这种地步，实在是少有。这永琪和尔康就跟着那两丫头走，这一定是小燕子和紫薇不肯回来，这永琪和尔康就采取一致行动了。他们一个也不肯回来，永琪也这样，紫薇也这样。臣听福大人说，他们意志坚决。你去告诉他们，不回来就不要回来，朕就当他们全都死了。是。皇上，他们4个在经过了砍头、劫囚、逃亡、受伤、瞎眼、贫穷各种的折磨下，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。现在一定是痛定思痛，对这个皇宫充满了畏惧，充满了排斥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啊。再说，衣服破了可以补，房子倒了也可以盖，东西坏了也可以修，只有这人心啊，一旦受伤，好难恢复啊。皇上，这伤心2字不是皇上才会啊，众生平等，大家都有心呀。受过伤的心，需要用真心来修补。皇上不要怪他们，还是想一想，怎么样才能找到最好的太医来治伤心。只要治好这个病，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回来了。皇上居然赦免了我们，不再追捕我们了。对于我们来说，真是天大的好事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可以不用担心害怕，放慢了脚步，怀着游山玩水的心情，慢慢地走到大理去。终于，我们那首歌里的句子，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变成事实了。你们确定不会回宫了吗？我对你们几个还是有些不信任。福大人在南阳停了下来，这说明他们对你们还没有放弃。我想他会千方百计说服你们，说不定闹到最后你们还是会回去的。尤其是永琪，他现在还没有办法摆脱这个阿哥的身份。不会，我好不容易有个哥哥，我才不回宫呢，我是绝对不会再回去了。就《还珠格格》，
我已经做够了，玩够了，差点连命都玩掉了。我要去那个有水有山的地方，我要训练我们方家的剑法。我还有一大堆大的计划呢，这些计划都是跟皇宫没有关系的。永庆已经答应我了，我在哪儿，他就在哪儿。是，我早就做了选择，我还是会坚持我的选择。皇宫里的阿哥已经很多了，少我一个，对皇阿玛不是什么大损失。可是从满清开国到现在，还没有出走的阿哥，你是唯一的一个。将来在历史上该怎么记载你这个王子呢？皇室对这种事情有个惯例，以前如果某位阿哥或者妃子发生了不可告人的事故，就昭告天下说是去世了。就像香妃失踪，王室就昭告天下说香妃去世了。永琪，了不起，你就变成英年早逝了。哼，如果是这样，能够让皇阿玛的心里舒服一点，我不在乎他怎么宣称。事实上，从劫囚车那天开始，五阿哥就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的是爱琪。说得好，爱琪。看样子啊，我这个傻乎乎的妹妹没有看错人，没有选错人。你能为她让这个五阿哥死去，那我也心甘情愿，让我的妹妹和你一起白头到老。我想，我们不用再讨论回去或不回去这个问题了。我看大家的意志都很坚定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不回去了。未来的目标是云南大理。可是金锁，你不用跟我们路远迢迢去云南了。不，小姐，你去哪里，我就要跟你去哪里。我说什么都不要跟你分开的。不，金锁，现在的你跟以前的你不一样了，你的世界不再是我。以后要跟你度过漫长人生的人是柳青啊。你应该问他，他要去哪里，他停留的地方才是你的家。来。柳青，虽然你那句话始终没说出口，我也不勉强你说了。我把我最心爱的金锁郑重地交给你了。我看咱们还是一块去云南吧。既然萧剑把那儿形容的那样的好，咱们就一块去，建立一个咱们大家的新家庭吧。可是我们在北京还有许多丢不开的事情，例如宝丫头、小虎子，还有大杂院的老老小小。本来护送紫薇他们到云南以后，我们也要回北京的。如果我们在云南落地生根，恐怕还要考虑啊。我已经跟阿玛谈过了，茶封的惠宾楼，他可以做主还给柳青、柳红。我想我们大家应该在北京有个落脚的地方，就算是去了云南，早晚也会回来省亲吧。惠宾楼有我们大家太多的心血和回忆，丢了太可惜了。真的吗？惠宾楼可以还给我们？是。金锁，惠宾楼的老板娘，看来呀，你只好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跟我回北京去了。什么惠宾楼的老板娘啊？你都还没有好好问过我，要不要嫁？我还没有想清楚呢。啊？你还没想清楚啊？哎呀，快问快问，当着我们大家的面去问，免得金锁赖账。我们给你做主。问什么？这是不需要问的嘛，就这么一回事情，大家心知肚明就好了，还这么啰嗦。其实有些事情是放在心里的，它又不是挂在嘴上的。你什么话都放在心里，别人怎么知道呢？快问呐！是啊，快问快说。如果不说的话，那我们就把金锁带到云南去了。哎，我好像缺个嫂嫂。金锁跟萧剑挺合适的。哎呀，小燕子，你说什么嘛？好像我一点自主权都没有，整天啊凭你们把我送给这个送给那个的。好，那你的自主权是什么？你到底要嫁给谁呀？哎，你们一个个明知故问，真烦死了。金锁，我柳青是一个粗人，
讲话不像尔康、永琪他们那么好听，那些肉肉麻麻的句子、诗啊词啊，我一句也不会。什么海誓山盟，我也不懂。这辈子只有一次吓得我魂飞魄散，就是你掉下悬崖的那一刻。当时我脑子里闪电一样闪过一个念头：如果你活不成，我以后该怎么办？这个念头把我自己给吓住了。后来我给你接骨的时候，你大叫一声，痛得晕了过去。当时我差点也晕了过去。我这才知道，爱一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好了，这是我这一辈子讲的最肉麻的一句话。金锁，你到底要不要嫁我？真是那个什么藏什么露，深藏不露，一鸣惊人。柳青啊，你真是太不简单了。哎呀，金锁，你怎么说？你快回答人家。我还有什么话好说？给他骗走了就对了。萧剑，你能不能问一问贺大哥，我们可不可以借他这个地方办个小小的喜事，就像当初我们帮蒙丹和韩香那样？金锁没有爹娘，他唯一的亲人就是我了。在我们大家分手之前，让我了了这段心事，让他们两个洞房花烛一下。哎呀，洞房花烛，洞房花烛，洞房花烛！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河水不再流，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，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，不能和你分手。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，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让我们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让我们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让我们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多谢啊，多谢！恭喜啊！来，上菜喽！今天呢，为了庆祝我找到了哥哥，为了庆祝柳青跟金锁新婚，为了庆祝皇马原谅了我们，为了庆祝一大堆的好事情，我做了一桌子酒菜给大家吃，全是我做的啊！喜欢跟金锁根本没有帮忙，因为我知道我要是不好好表演一下，你们大家会把我这个酸辣红烧肉说一辈子的。真的，今天的菜啊，全是小燕子自己做的，真不简单哎！我只是帮她洗洗菜、打打下手而已。她这么有心呐，你们可要用力的吃，使劲的吃，努力的吃哦！哎，等一下！在吃饭以前呢，我还有篇吃饭论，小文再吃吧。啊？吃饭论？你什么时候变成学问家了？好，快论吧，大家可都饿了。好。人呢都是要吃饭，早上要吃饭，中午要吃饭，晚上要吃饭，饿了呢要吃饭，不饿也可以吃饭。春天要吃饭，夏天要吃饭，秋天要吃饭，冬天也要吃饭。
这本来是小燕子的一篇作文，原来的题目叫做《如人饮水》，小燕子就做了一篇喝水论。现在她把喝水2个字改成了吃饭，又成了吃饭论了。当初啊，她的喝水论曾经让皇阿玛评为淹死了孔老夫子的杰作。这个男人也要吃饭，女人也要吃饭，小孩也要吃饭，老人也要吃饭，猫要吃饭，狗要吃饭，猪也要吃饭呢。人呢当然要吃饭啦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吃饭，明天也要吃饭。好了吗？我们可以吃饭了吗？哎呀，不忙。当初我们跟皇阿玛去出巡的时候啊，紫薇呢烧了一桌的菜，给这些菜啊都取了一些好好听的名字，什么凤凰油、比翼鸟，吃的皇阿玛是眉开眼笑啊。所以呢，我要学习一下。刚刚我在厨房里面想破了脑袋呀，给这些菜每个菜都取了名字。这4个字的词啊，我也会说。以后请大家不许再笑话我了。你还起了名字，不简单呐！赶快说说吧。这个叫什么？那个呀，那个的名字叫大蟹8块。大蟹8块啊！哎，怎么会有菜叫这个名字啊？我吃了一定消化不良，我还是换一样吃吧。我吃这个。这个叫什么？哦，那个是狗血淋头。狗血淋头！天哪！我吃这个，这是什么？那个是脑袋开花。啊？脑袋开花？那我得研究再吃了。为了安全起见啊，我吃这盘卤味，总可以吧？那是蛋手蛋脚4分5裂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吃这个肚丝总没错吧？那是开膛破肚。什么？开膛破肚？有这样的菜名吗？啊哈！今天有没有素菜？我今天吃素。哎，我吃豆腐就好了。哎，那不是豆腐，那是猪脑。我给它取名字叫脑浆迸裂。一盘比一盘厉害。我来给你们大家通通介绍一遍吧。这个菜呢叫做狼心狗肺，这个菜呢叫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这个是碎尸万段，这个是粉身碎骨，那个鱼头呢就是要头一颗，那锅鸡汤就是要命一条。啊！嗨，你挖空心思要倒我们的胃口是不是啊？哎，为什么人家紫薇上次做菜起的名字都那么雅致呢？什么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凤凰台上凤凰游，秦桑低绿枝，燕草如碧丝，怎么到了你这儿都变得这么难听呢？这怪不得这含香能引蝴蝶，你就只会引蜜蜂呢。你如果不取名字呀，我们还吃得下去。现在你让我们怎么吃？真是难得啊！你们要把肝脑涂地、行尸走肉、柔肠寸断、五马分尸、血流成河这些菜端上来，已经是对得起我们了。好吧，你不要再介绍菜名了。为了庆祝这些美好的事情，我们来个行酒令如何啊？哎，好，来行酒令，把这些奇怪的菜名都忘掉，不然呐，真的吃不下去了。好，行酒令，但是不可以太难啊。好，我们来说个最简单的吧。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说一个3个字的词，这个词呢必须颠来倒去念3次都能通，说不通的呢就罚酒。好，例如我先来啊，舍不得，不舍得，舍得不？好，我来。做人难，难做人，人难做。无底洞，洞无底，底无洞。大风吹，吹大风，风大吹。好花开，开好花，花开好。上高山，高山上，山上高。鹤顶红，红顶鹤，鹤红顶。这个好难啊！你们还说不难呢？哎，快说，要不然罚酒。哎，说就说嘛，我也有一大堆啊，不过只有3个字的嘛。
哎，是啊，只有3个字嘛，想一想啊。不用想了，我说，牛吃草，吃草牛，草是牛。罚酒，这个吃草牛已经有一点勉强了，还能通过。草吃牛是什么东西啊？草怎么能把牛给吃了呢？赶快罚酒！哎呦，有了！我想到一个很通的了。是什么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快说。放狗屁，狗放屁，放屁狗。一眨眼，我在南阳已经停留了半个月了。看来你们几个的决心依然没有动摇。阿玛，请原谅我们。不要再提原谅2个字了，你们提的次数太多了。大理，那是个很遥远的地方啊，一定要去那么远吗？例如南阳、洛阳也都可以啊。离开北京近一点，我们好歹大家见面还容易一些。可是我刚认了一个哥哥，萧剑的家在大理，听说那儿好美，是我们心心念念想去的地方呢。小燕子居然有个哥哥，哎呀，这可是一大新闻呐！你们怎么这么多的故事啊？让我们这些做长辈的，整天处在一种震惊和不知所措里，啊？你们要去大理，看来是不管我怎样的说服你们，你们都不会为之所动了。大理是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大家的一个共同目标。我们一天到晚都在逃亡，生活在追兵的刀光剑影里。安慰我们的就是那个遥远的地方。每次谈到大理，大家就好像看到了一个世外桃源，那里有山有水，有花有草，没有压迫，没有战争，是个理想境界。我们在这兵荒马乱、朝不保夕的生活里，真的好向往那个境界，就好像只有那儿才能带给我们安定和幸福。久而久之，大理就成为我们大家的一个梦。听起来是很美啊。我虽然不能赞同你们这种近乎逃避和放逐的做法，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选择。那么，我要和你们说再见了。傅大人，请代我向皇阿玛道歉。我成为大清第一个出走的阿哥，真是对不起他。请他包涵体谅。不论我在何方，我对皇阿玛的敬意和爱意将会永远不变。既然我要走了，我们大家见面就不知道何年何月了。明天中午我在城里的醉仙居包了一个房间，大家来好好吃一顿，算是我给你们几个的践行吧。就我们5个啊，话话家常，你们那些朋友就不必参加了。又要吃饭呀？哦，好，反正人都要吃饭，我们去。应该是我们给阿玛践行才对。想不到你们几个今后就要远离家乡，我的心里还是不能不难过。不光为我自己难过，我还为皇上难过。对皇上而言，他能够赦免你们，确实是不容易。你们几个的确是闯下了滔天大祸，皇上的宽恕最起码应该得到你们的感恩。为什么连感恩都没有呢？阿玛，我们确实感恩，可是感恩是一回事，伤心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不得不承认，对于皇上，我们有敬，有爱，有怨，有恨，有怕。那种感觉是很复杂的，说不清楚的。
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爹，他操生死大权，这个权力非常可怕。父母子女之间生气吵架，立场不同，做法不同是经常有的事，任何家庭都有。可是，一生气就要杀人的，却只有他一个。讲得好啊，紫薇！一生气就要杀人的爹只有我一个。可是你的脑袋还是在你的脖子上，你这张嘴还是能说会道的。皇上，皇阿玛，皇阿玛，皇上。紫薇，你管我叫什么？皇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阿玛你是不要认了？是你不要认我了。在我舅公舅婆出现的那一天，你已经亲口否决了我。你不相信我娘，你认为这是处心积虑策划多年的大骗局。想到我娘终身的等待，却换来了处心积虑策划多年的大骗局，我真为我娘心痛叫屈啊！何况那天，你斩钉截铁地对我说：“不要叫朕皇阿玛，朕不是你的皇阿玛。”这些日子以来，你这些话常常在我的脑子里一次又一次的回响，所以，即使你现在还要认我，我也不要认你了。说得好厉害呀！可是你不仔细的想想，那天有多少状况一起发生了？你娘完全是让你给连累了。如果不是你撒下瞒天大谎，让我痛彻心扉，我怎么也不会让3个老百姓给糊弄住啊！糊弄？皇上，你说糊弄，就是说真相大白了。紫薇的舅公舅婆是故意那么说的，是不是？那3个老百姓才是处心积虑的大骗局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去调查，但是心里已经明白了。如果我去调查，才是对雨禾的侮辱。雨禾不是那样的人，他不会欺骗朕的。那天我是气糊涂了。你说的对啊，我配不上你娘，因为我冤枉了她。都起来吧，都起来吧，不要跪我了。这里是南阳，我是微服出巡，所以大家把称呼都改一改。我是老爷，你们大家都坐下，跟我吃一顿家常便饭。来，福伦，你跟我坐，他们几个小辈就坐在对面了。阿玛，我怎么都没想到你会亲自到南阳来。我是没办法呀，我前前后后调了多少人来找你们呢？做一个不许伤害你们，又一个毫发无伤的带回来，结果你们还是弄得遍体鳞伤，一下子摔马车，一下子掉悬崖，一会儿眼瞎了，一会儿受伤了，听得我胆战心惊，坐立不安呐。这才把福伦也派来呀。结果你们个个伤痕累累，还负着气不要回家。你们要我怎么办呢？是下圣旨命令你们，还是我亲自来请你们呢？阿玛，让你这样操心劳累，我真是该死，我太对不起你了。不要说对不起，此时此刻我不是皇上，我只是一个失去了儿女的父亲。而且是一个没有骄傲、没有火气的父亲。孩子们，在外头流浪的日子还没过够啊！冬天很冷啊，已经下了好几场雪了。漫长的冬天，你们在外头怎么过呀？书房斋里火炉已经准备好了，棉袄也准备好了，厚厚的棉被也都准备好了。明月彩霞，小桌子小凳子，天天都盼着你们回去啊。那是鹦鹉，
天天在窗户格子底下喊“哥哥吉祥，哥哥吉祥”。花妈，请你不要对我好，你骂我也可以，凶我也可以，对我吹火的瞪眼也可以，就是不要对我好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再不回那个回忆城了。你一对我好，我就没辙了。所以，请你不要对我好了。回忆城？是。我们大家都把皇宫叫做回忆城。那个地方，已经是我们的回忆了。你们总不至于连跟我吃顿饭都不愿意吧？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小燕子，我从回忆城里给你带来了你最爱吃的杏仁酥。你大概很久没吃到杏仁酥了吧？紫薇，你最爱吃的核桃糕我也给你带来了，还有绿豆糕，松仁花糕，还有枣泥馅饼。我记得你们都最爱吃这些小点心了。我是临时决定要带这些小点心来的，所以把御膳房弄得手忙脚乱。可惜路上走得太久了，就算是快马加鞭、日夜兼程，也还是耽误了好几天。哎，快吃吃看，看看还新鲜不新鲜了。两个丫头啊，我常说你们亲切的像我的两只手。你们想想看，我怎么能失去我的两只手呢？你们有气，有失望，有委屈，现在也都该过去了吧？我也有气，有失望，有委屈啊！你们把我的爱妃都弄丢了，我不是也让她过去了吗？你们两个是我心爱的女儿，我不能让你们流落在外面。更何况你们还拐走了我心爱的儿子和臣子。花妈，对不起，我犯了好多的错误。不要说了。紫薇，你的眼睛怎么样了？真好了吗？我带来好多太医，一会儿让他们给你会诊。皇阿玛，好珍贵的3个字啊！好了，擦干眼泪，赶快吃东西。吃完了东西，回到那个贺家去收拾收拾。你们那些生死之交，我也听说了，他们都拼命地保护你们，个个都有功。等我们回到回忆城，再给他们论功行赏。皇阿玛，你这样待我们，我心里很感动。有任何的委屈，现在都不存在了。但是，我们不能跟你回去。我知道不应该再说不要了，可是我和我哥哥相认了，我现在有个哥哥了，我想和他在一起。我们决定了，要去云南大理。哥哥？什么哥哥？关于这个哥哥，我得跟老爷慢慢解释。你们还是不肯回去？在那个回忆城里，我和小燕子都是异类，实在没有容身之地啊。有我撑着，怎么会没有容身之地呢？有你撑着，仍然会有我的舅公舅婆出现，仍然有老佛爷的怀疑和不满，仍然要面对皇后的疾言厉色，最后，当
当人人都在指责我们的时候，您就动摇了。看来你们这口气还是没消啊。你们两个怎么说？皇阿玛，从小你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物，一个叱咤风云的皇帝，光芒万丈，不可一世。可是距离我却很遥远。直到此时此刻，我才深深感觉到，你也是一个慈爱宽容的父亲。我真的非常非常想跟随你，也以做你的儿子为荣。可是重回皇宫，真的让我们四个很为难。我们劫后余生，最怕再入苦海。阿玛，请你原谅。皇上，在这次逃亡里，我曾经被砍了2刀，差点失去了我这个右臂。我知道失去手臂的痛，实在不忍心让您再痛一次。但是，紫薇和小燕子在宫里饱受迫害，他们又不懂得人情世故，再次犯错的可能性太大。如果您真的爱他们，不如放了他们，让我和永琪也跟他们一起去流浪。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算是您对我们的恩赐吧。他亲自跑到南阳来接你们回去，他居然能够放下身段，日夜赶路到南阳。你们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哭过了？来，快吃，这是御膳房的点心，平常还都吃不到的呢。他带点心来给你们吃。小姐，这都是你们最喜欢吃的点心啊。是啊，皇阿玛说，莲叶要御膳房做出来的。看到皇阿玛这样，我觉得我们好残忍，好自私。他几乎是在迁就我们，讨好我们。许多他从前不说的话，现在都说了，说的那么低声下气。可是，我们还是坚持不回去。我们比他狠心啊！我们不能再来第2次了。好不容易离开了皇宫，好不容易来到了南阳。如果我们再半途而废，以后怎么办呢？如果我们再遇到第2个香妃，这个闲事我们还管不管呢？这次遇到皇恩大赦，我们死里逃生。下次呢？下次呢？就是。他亲自来南阳，他说要接我们回家。他说他不是个皇上，只是个没有骄傲、没有火气的父亲。听了这些，我真的不能不感动。他没有派人追杀我们，那只是一个误会。我娘的事，他也明白过来了。砍头不过是要吓唬我们。小燕子，你赶快跟我说一些他不好的事情，免得我又举棋不定了。我看你们就算了吧，大家改变路线回北京去吧。我和柳红、金锁重新把惠宾楼开张，你们回去继续做你们风风光光的格格、阿哥和御前侍卫，这样大家随时可以见面，可以和大杂院的老老小小聚会，不是挺好吗？我看你们就忘记大礼吧，大家都打道回府，各归各位，也免得我们一南一北分的2个地方。金锁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在为分别掉眼泪了。就是，小姐，你最气的就是皇上否决了太太，现在他已经想明白了，你的气也就应该消了。他好歹也是你爹啊！如果你真的要去大理，我哪一年才能见到你呢？不要去了，回宫吧。小姐，你生气了？我当然生气了，而且非常失望。我已经勾画出许多的图画，到了大理，我们要怎么的生活？现在看样子，我们永远到不了大理了。
我们没有说要回宫啊，也没有答应皇阿玛。小燕子，你不可以再回到那个回城里去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是我的妹妹，你就跟我走。小燕子，你听我说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们何必那么激动呢？我们大家并没有要放弃大理啊。唉，那有我们的梦想，是我们理想中的天堂，我们不会让它轻易失去的。啊，我们到外面散散步去，我给你从长计议，好不好？我们外面谈。难怪萧剑会生气，好不容易把我们带到这里了，我们居然想回去。我看我们还是仔细想想再说吧。你到底要跟我谈什么？谈你跟小燕子的杀父之仇。刚才在屋里，你是不是几乎就要脱口而出了？如果我不把你拉出来，你就准备在大家面前，把你苦苦隐藏的秘密就这么公布了。你不是说不会剥夺小燕子的快乐吗？如果你不小心说出来，你认为小燕子还会快乐，还会开心吗？难道你知道了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是猜测。我把跟你认识以来的点点滴滴拼凑在一起，觉得你的身世很不简单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的杀父仇人就住在回忆城里，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都很密切。你怎么猜出来的？难道我猜对了？那个人是……不会吧？你猜的是谁？你就告诉我吧，你是一个坦坦荡荡的人，为什么要吞吞吐吐呢？你越是吞吞吐吐，我就越着急。难道那个人是老爷？你太厉害了！没想到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你猜对了，就是那个人。他就是你们那个卧农帮的帮主。真的是他？不错，就是他。那你的父亲到底是谁？我的先父就是当过知府，后来因为文字狱被乾隆斩首的方知行。方知行？文字狱？文字狱。我爹做了一首诗，被冠上了反清的思想，牵连我们家每一个人。当初有的砍头，有的入狱，被处刑的共有19口。对，你们那个瞌睡龙，就是我和小燕子的杀父仇人。你有意接近我们，不只想认妹妹吧？还想混进皇宫？不错，我是很想混进皇宫。今生我唯一一次有了报仇的机会，就是装扮成萨满法师接近了乾隆。我看着他，跟他四目相对，那一刹那，我要取他的性命，简直轻而易举。我也差点做了。好险啊！那你后来为什么又把机会放弃了呢？是为你们每一个人。我实在没有想到，和你们几个萍水相逢，你们居然对我推心置腹。我这个人，别人对我推心置腹，就愿意为对方粉身碎骨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江湖中能结交这么多生死之交的原因。那天
我看着你们几个为了蒙丹和韩香去冒生命的危险，也看着你们几个对瞌睡龙的那种崇拜、依恋和矛盾，体会到你们一面欺骗他，却一面爱着他的情绪，我下不了手。多亏你手下留情，不然真的会天崩地裂，不可收拾。小姐，这个秘密千万不能让小燕子知道。为什么不可以让小燕子知道？你想想清楚，小燕子跟永琪已经海誓山盟了，她将来就是皇上的儿媳妇儿。如果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原来是这样的，她还能跟永琪成为夫妻吗？这正是我矛盾痛苦的原因。为了小燕子的幸福，似乎应该死守这个秘密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曾经想送你们到这儿就离开你们，连妹妹都不要认了。后来我发现，小燕子已经进了宫，认贼作父。认贼作父，这4个字太严重了。对你来说，当然太重了。那个瞌睡龙是你崇拜的对象。对我来说，我们全家的死难，只有我和妹妹仅存。小燕子又阴差阳错地进了皇宫，当了格格。是不是我死去的父母在带引这条复仇之路呢？不能这么想，太偏激了。小姐，文字狱是每朝每代都有的事，是每一个帝王对思想的统治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你的先父是不是有反清思想呢？如果他有，他就该死吗？不是他该死，是他犯了大忌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们这个时代会进步，人类会走到一个言论自由、思想自由、信仰自由的时代，但绝不是现在这个时代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文字狱的死难者是思想的殉难者，是为理想而死的。看样子，你们一个个仍然对他死心塌地。因为在我们心里也有一股正义感，就是这股正义感让我们不顾一切地去救韩香，也是这股正义感让我们不能抹杀皇上的好，皇上的英明。其实皇上对小燕子真是宠爱有加，他明明知道小燕子不是格格，却依然对她视如己出。如果说皇上使小燕子成了孤儿，可冥冥之中却有一股力量把小燕子牵引入宫，让皇上成了他的父亲，这不是一种很神奇的回报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让小燕子继续当他的还珠格格，让他继续把杀父的仇人当成爹吗？有什么不好啊？只要他不知道真相，他会做一个快快乐乐的还珠格格。只要皇上不知道真相，皇上依然会对小燕子宠爱到极点。上苍用另一种形式把这个血海深仇化解。你自己也说过，报仇不是你生命的主题，你也不会把小燕子变成一个满心仇恨的人吧？是啊，所以我很矛盾。那么，这个血海深仇要怎么办？你这个血海深仇要报起来，并不容易。万一失败了，又有多少颗脑袋要落地？包括被你救下来的小燕子的脑袋在内。万一侥幸成功了，你却杀了一个好皇帝，成了整个中国的罪人。你的家和国比起来，哪个重？尔康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你的聪明、你的才智、你的观察力和说服力，让我自叹不如。乾隆有你这样的臣子，是他的福气。可惜啊，他不知道珍惜，
我就说，不能和你们这些人在一起。跟你们相处久了，会忘记自己是谁。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，人生最大的美德是饶恕。谈这2个字好容易，做这2个字好难。我怕我没有这样的胸襟。为了小燕子，试试看。